魏婴再次展开了进攻，左手叉着腰，右手手指轻轻弹了弹呆毛，放声道：“蓝湛，我都欠着上千遍的罚抄，不差这100，让你宪哥哥带你去感受一下云梦的夏季。”蓝湛看着浑身上下充满着活力的魏婴，有点不忍打破他的状态。虽然魏婴经常就是小太阳状态，蓝湛踌躇片刻，说道：“我比你大几个月。”魏婴眼睛噌的一下就亮了，没有直接拒绝，就是有戏，上前拉着蓝湛的手腕，一边跑一边说着：“好好，你是哥哥，我们赶紧走。”蓝湛看着魏婴白皙的手掌牢牢抓住自己的手腕，那温度透过衣料传到了手腕上，带着耳朵上的温度都有点升高。蓝湛努力保持突然被拉动身体的平衡，沉声说道：“只此一次。”少年爽朗的笑声从前面传来：“行，就这一次。”云梦的夏季是一望无际的荷花与荷叶，是街边小贩吆喝的冰糖水，还有瓜田里又大又甜的西瓜。一回到云梦的魏婴如同撒欢的哈士奇，一会抱着瓜田里的大西瓜不放，一会窜到河流里摸虾摸鱼。在魏婴捧起一个大西瓜往外跑时，蓝湛默默地将银钱放置在瓜田里。倒是留看西瓜田的大爷一脸哭笑不得。魏婴挽起裤脚和衣袖，将鞋子扔在一旁，赤着脚在河里走来走去。魏婴本想直接脱掉上衣，可念着小古板那不可衣衫不整的家规，硬生生地停下了脱衣的手。魏婴高高举起那放在水里的西瓜，笑着说道：“蓝湛，我和你说，西瓜一定要在河水里放一会，那西瓜尝起来才又甜又爽口。”蓝湛低声应道。魏婴拿起放在一旁的随便，正准备切西瓜，只听得蓝湛说道：“剑有灵，不可如此。”魏婴咧嘴一笑，手也没停下，咔咔咔几下，一个大西瓜就被切成了好几瓣，说道：“随便，随便，自然也就随便。”蓝湛，给。蓝湛默了声，看着魏婴递过来的西瓜，饱满的汁液，红色的果肉，最主要这个魏婴给的，心里的小人挣扎了一会，便接过了魏婴递来的西瓜。一个大西瓜很快就被2个人消灭掉了。魏婴和蓝湛收拾好了东西，便朝着云梦市集走去。美名其曰让姑苏人士切实感受云梦乡土人情，蓝湛表示都好。云梦临水，多货船来往。然而当魏婴走入集市时，敏锐地感觉到云梦似乎发生了什么变化。本来停满货船的岸口几乎没有什么船只，零星几艘船还是当地渔民捕鱼所用。云梦街边的小贩偶尔吆喝几声，可更多的是与周边的人对着魏婴指指点点。蓝湛微微皱眉，用手指指点点是非常不合理的行为，更别提被人指指点点的这个人是魏婴。魏婴笑着来到一卖饼的大妈身边，说道：“陈婶，云梦出什么事了？”大婶神情复杂地看着魏婴，似下定了决心：“现在我们都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告诉婶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爹娘怎么死的？”“我爹娘？”魏婴被陈婶这么一问愣住了。今天又有人去了。不等魏婴回答，边上卖藕的大叔拍了拍陈婶。陈婶看了看眼前的魏婴，叹了口气：“现在你自己去看吧。”又转头对那大叔说道：“今日我就不去凑热闹了。云梦莲花坞，魏无羡那个死小子还不回来？”果然是白眼狼。一条冒着灵气的紫鞭狠狠地落在了地上，地面残留的痕迹见证着挥鞭人的不耐烦。于子渊收回紫电，炎热的气候使得心情更加烦躁。边上的侍女递上一杯凉茶，给于子渊轻轻摇了摇扇子：“夫人，这茶可解点乏。”于子渊看了眼递来的茶盏，手挥了挥示意不用，遂带着戾气说道：“阿成都回来了，那家仆之子还待在姑苏，讲出去不知道谁才是主子。”正好经过的江丰眠听到这话，不着痕迹地叹了口气，转头离去。眼尖的于子渊看到门口一闪而过的玉官，瞬间提高嗓音道：“江丰眠，你给我站住！”江丰眠无奈地揉了揉额头，转过身说道：“三娘子，你又怎么了？”于子渊走到江丰眠面前，抬起下巴，傲气地说道：“江丰眠，你这几天去哪里了？”不等于子渊说完，一个小厮匆匆跑来，附在江丰眠耳边说了几句。江丰眠顾不得于子渊，便连忙离去，徒留于子渊一人在原地怒目。莲花坞大门口不知不觉以一青衣男子为中心围聚了一群人。只见青衣男子面容俊秀，一双剑眉显示着主人的英气。
男子周身气势内敛，背后的剑隐隐有出鞘的痕迹。其兄。江丰眠赶到莲花坞大门时，一往前四兄弟般问候一下，可那男子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徒留江丰眠一手悬浮空中。江丰眠悻悻地收回了手。少年时魏长泽虽性格内敛，可却便交好友，性格也各有千秋。齐云与魏长泽的关系也比较好，当年齐云也曾邀请过魏长泽去其家，可江丰眠抢先一步，使得魏长泽只能拒绝了齐云。江丰眠，你就是如此对待长泽兄的孩子？齐云开门见山地说道，这几年我在外听的云梦江世代魏婴如若亲子，我才没有过来。可今日偶到云梦，听的却是辱骂长泽为家仆，阿英为家仆之子，更常被你那夫人鞭打。